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一个球迷，也是一个金融分析师，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聊英超豪门如何规避财政公平法则。最近带孩子很忙啊，能来更新不容易。我老婆就说，你搞视频就是在占用你带孩子的时间。那我就说，我视频都4000赞啦，粉丝们都等不及啦，他们不是说好5000赞我就能做视频吗？我老婆就说，你是粉丝重要还是家庭重要？我说那就得看是男粉丝还是女粉丝啊。总而言之呢，我和老婆达成了协议，我可以录视频啊，但是不能耽误带娃，所以今天就带着我女儿一起来了。那有朋友会问，到底是女粉丝重要还是家庭重要呢？大家就别明知故问了，咱们在这儿足球板块哪来什么女粉丝啊？我100个粉丝里有99个男的。唯一那一个女的还是我老婆在微服私访。每次我发完视频在评论区里跟人聊球，我老婆就会上来看一圈，确定她都看不懂，她就放心了。那言归正传呢，上一期我们聊到，因为英超财政公平 PSR 的原因，很多英超豪门在这个夏窗都裹足不前。那 PSR 具体有哪些规定呢？各大豪门又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规避 PSR 的呢？这里面有像曼城一样财大气粗的，有像切尔西一样妙招迭出的，还有像利物浦一样自我管制的，最后还有像曼联一样满门忠烈的。那这个话题很长啊，我们今天呢主要关注的是工资和转会费，涉及3个概念：转会摊销、工资空间和在售价值。那话说回来啊，工资和转会费呢是 PSR 的短线操作，而长线布局就要看基建和青训了。有些朋友在后台问过胖叔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比如说为什么阿森纳建新球场只要3.9亿，热刺就花了10亿呢？为什么利物浦财政健康却总是怎么了？为什么利物浦财政健康却总是捂着钱袋子呢？为什么曼城这2年转会支出是6强最低的？还有英超青训到底哪家强？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朋友，请你给我困了是不是？大家好啊，我回来了。刚才问的问题太多，把我女儿给问困了。那如果你跟我女儿不一样，对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感兴趣的话呢，请你给我1键3连啊！等本期视频到了5000赞，胖叔会专门做视频为大家讲解。那我们先来看转会摊销，我们一起来比较2位球员，弹幕一起来猜猜看他们是谁。那第一位球员终身没有获得1次冠军，好，不用猜了，凯恩啊，哈利凯恩，送分题。另一位球员荣誉满身，获得了联赛、杯赛冠军，而且还有奥运会金牌。这位球员的特点也很突出，和凯恩可以说是各有千秋。那凯恩呢，胜在射门力度、传球精度、视野宽度和对抗强度，而这位球员胜在旋转速度、带球弧度、B 站热度和粉丝粘度。那请大家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欢迎我们的东子安东尼。那凯恩和东子2个人的转会费都是1亿欧元，那是不是说明凯恩和东子每年的 PSR 成本是一样的呢？其实不然。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会计摊销的知识，叫做 amortization。 这个概念其实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会用到。比如说我想去买一个好的婴儿车啊，一看要5000，有点贵，但想想这个婴儿车至少能用5年，那平均下来1年也就1000，这就是典型的摊销，就是说把一份资产按照使用年限平摊成本。在足球的世界里呢，球员就是资产，而使用的年限呢，就是他的合同长度。凯恩他是1亿的转会费，签了4年的合同，所以平摊1年就是2500万的成本。而东子1亿是签了5年的合同，所以他1年平摊的是2000万。从 PSR 的角度来讲呢，安东尼1年可以为球队省下500万的空间。那凯恩为什么不能签5年呢？那是因为他29岁了。那后面我们在在售价值的部分，我们会谈到年龄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工资。凯恩的周薪是48万欧一周，那折合成年薪大约是2500万欧。那安东尼的周薪呢，众说纷纭，12万镑到20万镑不等。那我们这里为了比较呢，就取高点，我们就算东子拿20万镑一周，那折合成年薪呢，它刚好是凯恩的一半，就是1250万欧一年。凯恩在 PSR 下面1年的总成本，工资加奖金一共是5000万欧，而安东尼呢是3250万欧，一年就差着1750万欧。那1750万欧一年的空间是什么概念？看看最近豪门签的一些球员，这个空间完全能够连转会带工资吃下加科波、卡拉菲奥里或者齐尔克泽，勉强还可以吃下6000万转会费的约罗。我们再来看看霍伦啊，在这个最底下一行，7400万的转会费，他只比凯恩低2600万，但是从 PSR 的成本来说，凯恩一年5000万，
霍伦1年2000万，他俩成本每年都差了3000万。所以曼联不买凯恩的原因呢，除了热刺不卖，凯恩不来，曼联太菜以外呢，还有 PSR 的考虑。霍伦还有另一个凯恩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在售价值。那说到在售价值啊，胖叔在豪门转会的年龄歧视里举过一个例子我们对比2位球员，马蒂奇29岁加入曼联，转会费4500万，签了3+1年；科瓦契奇25岁加入切尔西，转会费也是4500万，签了5年。那大家看到这个规律啊，马蒂奇和凯恩同样是29岁转会，俱乐部是不会给5年合同，只有签年轻球员是5年以上的合同。那马蒂奇一开始因为是3+1嘛，一开始的3，他是4500除以3，一年平摊1500万。到了第3年，曼联激活了+1，此时账上走了前2年的成本，还剩1500万的成本，一年750万。4年之后呢，他33岁，没有在售价值，没有人愿意买，那合同结束，免签走人。而科瓦契奇的5年合同，一年先是平摊900万，4年后他29岁，2900万被曼城给买走了。于是会计的记账就是2900万的收入减去900万的成本，最后一年还能盈利2000万。那2000万的空间是什么概念？我们之前也都谈过了。那所以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卖什么样的球员比较能够有转会盈余呢？那这个问题呢是付费内容啊，只是有点赞的观众才能够看得到，没点赞的朋友现在给我点个赞好吧？3、2、1，好，谢谢你的点赞啊。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一下拜仁4500万买德里赫特的例子。当初拜仁从尤文买德里赫特，算上浮动大概是7500万的总价。拜仁摊销5年，过了2年之后，账面还剩大概4500万的样子。所以最后卖曼联这个价，就是为了从转会账面上面能够回本，然后释放了德里赫特的工资。那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在售价值不是看转会费的。你科瓦契奇卖了2900万，是算成了2000万的利润，而你德里赫特卖了4500万，却基本没有利润。这完全取决于球员的转入价格和合同年限。那我们排除球员短时间内身价大幅上涨的这种极端情况有2种普遍情况，球员转出是比较能够兑现转会利润的。第一种呢，就是到了合同末期还有转会价值的球员，比如说科瓦契奇，他跑完了合同的4/5，成本已经所剩无几了，但是还有转会价值，因为他才29岁嘛。那这也是豪门愿意买年轻球员的原因之一。年轻球员合同跑完了，成本不剩多少，市场价还在，那就能给球队留下转会利润。另外呢，年轻球员普遍工资较低，对 PSR 也更友好。也正因此呢，近年出现了标王年轻化的现象我在前面的视频豪门的引援密码中谈到过，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闪光去看一看。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卖青训球员，他们理论上来说呢是没有转会成本的，卖出去的都是纯利润。这也是为什么到了这个窗口豪门都忙着卖青训，因为这基本是最有效的应对 PSR 的办法。那现在我们终于讲完了转会摊销、工资空间和在售价值，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一个话题，豪门是如何规避 PSR 的呢？我们先说曼城我们看个图，这是英超6强14到23年的10年里前5年和后5年的转会净支出对比，也就是买人减去卖人的钱。那为什么曼城在前5年的净支出是6强最高，后5年的净支出却变成了6强最低呢？那简而言之就是靠卖青训。曼城这些年卖青训，净利润至少4.5亿。我要不是做个调研，我都不敢相信但是大家注意，青训呢只是 PSR 不算在成本里，它不代表没有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很可能还是入不敷出。要不然你看财大气粗的切尔西，他就不会一度在2018年都不想继续青训投资了。但曼城的投资是值得的，因为曼城这些年出售的青训不仅给曼城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有些还达到了从内部瓦解敌人的效果。那我们再看利物浦无论是前5年还是后5年，基本上在6强里都是敬陪末座。那究其原因就是 PSR 管得严，他们老板亨利管得更严。那这些年转会市场精打细算，除了因为亨利他特殊的商业模型以外呢，也因为最近利物浦花了很多钱在基建。那关于利物浦和曼城详尽的 PSR 分析呢，我们会在讲青训和基建的那个视频里讲到，希望大家给我一键3连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就精彩了，要来讲一讲我们会计学的魔术师 PSR 的镇魂歌蓝军切尔西。那切尔西能3年花7亿，一大原因是他善于卖人，尤其是卖的很多都是 PSR 里的优质资产，比如合同末年的马塔、马蒂奇，或者青训，比如说只剩1年合同的芒特。那所以说切尔西的财政健康是离不开同行们的帮衬。第二大原因就是切尔西的各种黑魔法了，比如人人津津乐道的8年合同。谈完前面的转会费摊销，那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明白了，你阿森纳买莱斯1亿，签5年，那1年平均2000万。我切尔西买恩佐也是1亿，签8年，那我1年就是1250万。
同样是1亿，我每年比你节省750万的空间，这空间我完全可以乘以8年合同，我再签一个6000万的拉维亚。那么问题来了啊，这玩意儿操作起来这么简单，别的俱乐部干嘛不用啊？那首先呢，8年合同虽然有巨大的会计账目优势，但是从足球竞技来讲也是有劣势的，这一点切尔西球迷应该是深有体会。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多赘述啊，弹幕可以帮我列一列。其次呢，就是其他豪门就算想用这招也来不及了。2023年12月投票刚生效，合同年限长于5年的摊销最多算5年。不过新的法规不能够追究立法之前的行为，所以在24年前切尔西签的8年合同还是按照8年摊销，只不过是续约或者签新人的时候超过5年按5年算。那有朋友可能会说，这 PSR 怎么这么无能啊？这不是让切尔西白白钻个空子吗？那这才哪到哪儿啊？那好歹呢 PSR 在这里还是亡羊补牢了。咱们再来学习一下大魔法师今年的新操作啊。切尔西今年6月30号 PSR 的截止日期前，把俱乐部名下的2个宾馆和1个停车场以7650万镑的价格卖给了自己的母公司。但是这样在切尔西这个公司的账目上，它1.7亿英镑的亏损就变成了0.9亿的亏损，直接就通过了 PSR 1.05亿的违规红线。那再比如呢，在 PSR 截止日期前，维拉3700万镑买切尔西的青训，切尔西1900万镑买维拉的青训，这种交换 play 我就不多分析了，看看前面的视频呢，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干嘛。那这些操作可能大家一听都觉得不合法，那你这不就是做账吗？但是这种行为啊，跟金融界比呢，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的高盛银行就流行一个笑话，说是一个高管去找高盛的律师说，我知道这么干不合法，你的工作就是把我给它变合法。律师是有很多方法把这些东西在执行层面上变得不违规的啊。所以说听着不合法，不代表操作起来不合法。那果不其然呢，很多人投诉，那 PSR 就现在来发声了，说切尔西卖宾馆给母公司这个事情呢，没问题。原因是目前的条例没有明令禁止，但是呢，我们具体规定会不会因此改变，那咱们就走着瞧了。那反正魔术师切尔西今年的 PSR 已经过了，让我们期待切尔西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那我个人声明一点，我并不谴责切尔西的行为，我觉得在不犯法的情况下，能利用规则漏洞得利的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耻的。我非常希望我的主队管理层也能有这种操作，那可惜事与愿违啊。那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红魔曼联了。红魔曼联的管理层呢，不知道是不懂会计还是不懂球，反正过去3年用全英超最高的薪资挨着最毒的打。那既然管理层指望不上，深爱曼联的红魔球员就只能靠自己拯救球队了。今年夏天，年薪2000万的瓦拉内和年薪1500万的马夏尔双双选择免签离开，一下子为曼联释放了3500万欧的空间。那我们现在看看2位忠臣的境遇啊。瓦拉内在科莫第一场球20分钟就受伤下场了，而马夏尔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下家。2个人为了给曼联腾出空间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要知道，他们明明可以轻易的留在曼联，就像他们的队友肖一样。那众所周知呢，曼联的世一卫卢克肖，一个在曼联10年缺席50%比赛的男人。卢克肖也爱曼联，他觉得对不起曼联。每到合同的最后1年，肖因为对俱乐部和球迷的爱，总想拖着伤躯献上最后一舞，燃烧生命，带来最后的怒放。但是由于最后1年表现太好，记忆跟鱼一样只有3秒的曼联管理层总是会错意，直接又5年长约把肖锁住。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2次了。于是瓦拉内和马夏尔就知道了，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最后1赛季千万别搞什么怒放的生命，你不小心被续约了就没法腾出空间了嘛。于是上赛季合同最后1年的马夏尔和瓦拉内双双重伤，1赛季50多场比赛里，瓦拉内只首发了25场，而马夏尔更是只有7场。赛季末的足总杯决赛呢，瓦拉内还是有点不放心，决定复出帮球队最后一把。但是还是马夏尔沉得住气，那毕竟自己是前锋嘛，一上场容易进球，那铁弟又是5年长约锁住未来。锋芒太露的错误，马夏尔在2019年已经犯过一次了，这次不会一错再错。但是我们在为马夏尔和瓦拉内感动之时呢，也不要忘记他们的前辈。2022年的夏天，曼联的5位功勋卡瓦尼、博格巴、林加德、马塔和马蒂奇同时选择免签离开，史称老特拉福德5壮士。这5个人一口气为母队曼联释放了1年5400万欧的薪资空间。他们离开曼联后都面临着再就业的困境，有的要去学日语，有的要去学韩语，有的甚至因为思念曼联不得不靠药物度日。他们都知道当初只要1赛季的好球就可以像肖一样轻易的留在曼联，但他们怕管理层把他们长约锁住，影响曼联的重建。于是在合同的最后1年呢，他们就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其不作为甚至引起了队内元勋德赫亚的强烈反感。在22年那年最后一场比赛，曼联排名第6，结束了一地鸡毛的赛季，德赫亚在采访的时候就愤怒地说，
有些球员你想留在这里的，留下来，我们明年重新开始；你不想留在这里的，你就赶紧走。那话音未落呢，2023年德赫亚合同结束，他就赶紧走了。那我们的弗格森爵士生涯执教了曼联1300场比赛，只缺席了其中的3场，一场是儿子的婚礼，一场是亲人的葬礼，还有一场就是为了现场考察还在马竞的德赫亚。最终德赫亚来到了曼联，他从第一赛季高空球屡屡犯错的21岁新人，到最后一赛季笨拙适应新战术的33岁元勋，12年的时间里，无论前场千变万化，后场都是德赫亚。德赫亚在代表曼联的最后一场比赛里，没有扑出京多安的远射，间接成就了曼城的3冠王。人世无常，你可以如英雄般死去，或者苟活到目睹自己成为反派。德赫亚走了，但是他留下了2000万的薪资空间，2000万一年的空间，刚好够签下奥纳纳。奥纳纳在老特拉福德的起步虽然曲径通幽，最终还是柳暗花明，坐稳了曼联的龙门。在最困难的时候，球迷都会自我安慰，奥纳纳这表现总比上赛季的德赫亚好吧。所以我们要感谢德赫亚最后一赛季的笨拙表演，他跟老特拉福德五壮士和法国双贤一样，那是他们对曼联最后的温柔。过去的一年呢，德赫亚待业在家，也许是不放心，也许是不甘心，也许只是想在非洲杯签个短约，最后再帮曼联一把。但无论如何，现在看到奥纳纳渐入佳境，德赫亚也结束了最后的守候。今年他就要开始在意甲的征程，但是老特拉福德不会忘记他。他虽然没有如英雄般谢幕，但是曼联球迷对他永远会多一度热爱。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喜爱，希望很快能够和大家见面，请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转发，一键3连，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